第291章提炼。嘿，老奥，你也带人过来了呀？在大厅中气氛略微有些安静之时，一道苍老的笑声却是将之打破了去。顺着声音移过目光，萧炎发现在大厅靠左边的一处高台上，一些身着炼药师袍服的老者正笑眯眯地站于其上，而先前的声音则正是其中一名头发雪白的老人所发。那是工会副会长切米尔，也正是小公主的老师。笑着与老人扬了扬手，奥托偏头与萧炎低声道：萧炎微微点头。别管那些家伙的眼光，能够在这个年纪成为3品炼药师，自然都是天赋极为杰出之辈，有些傲气是自然的，没有达到他们那个级别，他们并不会太过于理会，有点本事的年轻人大多都这样。奥托瞟了一眼大厅中那些年轻人，拍了拍萧炎肩膀，安慰道。萧炎微笑，并未说话。跟我去见见那些老家伙吧，他们在加玛帝国中可是拥有大能量的人哦。奥托说着，便是带头对着一旁的高台上行去。萧炎迟疑了一会，也只得跟了上去。奥托快步行上高台，与这些年龄相差不多的老人互相间笑谈了一阵，而萧炎则是安静地站在他身后，并未有什么主动上前打招呼的举动。老奥，这便是你们黑岩城这一次的强力选手。笑谈了一会后，那位发色雪白的老人笑盈盈地看着一旁的萧炎，问道。微抬目光，萧炎看了一眼这位在炼药师公会明显地位不低的老人，一身做工极为精致的炼药师长袍，布满皱纹的脸庞上噙着许些笑意，略微虚眯的浑浊眼睛中平静而温和，一眼看上去，除了身体上那套代表身份的长袍以及胸口上那闪烁着奇异光芒的4道银色波纹之外，俨然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模样，并没有太过特殊的气势。然而就是这位普通的老人，却是掌控着炼药师公会将近一半的力量。在萧炎打量着切米尔之时，后者也是在上下打量着他。平凡的容貌，同样是并未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唯一让的切米尔有些诧异的，还是对方那宁静的神色，能够在一干4品炼药师的注视下，还依然保持着这副宠辱不惊，这种定力在年轻人中还是较为少见的。他叫炎萧，潜力很不错。奥托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偏过头对着萧炎再次介绍道：这位便是工会的副会长切米尔大师。你好，切米尔副会长。萧炎微微笑了笑，对着切米尔礼貌性地弯了弯身。小家伙啊，希望你不会让奥托的推荐失效，不然的话，那可实在是要让他将老脸丢光了呀。看了一眼萧炎胸口处的2品徽章，切米尔冲着一旁的奥托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种级别的大赛中，2品炼药师可是连前20都难以进入啊。我相信至少这测试能过。萧炎耸了耸肩道：有信心就好啊，因为每个分会的会长所推荐的人实力都是较强，所以我们这个内部测试也会是有些难度。切米尔点了点头，笑道：我尽力。时间快要到了，我也就不废话了，你先下去吧，马上测验就要开始了。切米尔微笑道。点了点头，萧炎转身行下高台，然后在下方大厅中的一干年轻人的注视下，安静地行到一处角落，垂手而立。老啊，你们黑岩城怎么说也是一座大城市吧？不可能连一个年轻点的3品炼药师都找不出吧？望着萧炎的身影，切米尔冲着一旁的奥托无奈的道：我相信他。双手插在宽大的袖袍间，奥托笑眯眯的道：你这老家伙，如果这次你们没有人在大会上表现杰出，那明年可别怪经费要缩减了哦。这些事我可是要公事公办的，关系再好也没用。摇了摇头，切米尔道。奥托笑着点了点头，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道：时间到了，开始测验吧。闻言，切米尔也不再多说，将目光移向下方的众人，手指指着大厅左面位置，那里的墙壁垂下了许多的黑色帘子，每一个帘子后面都有着一个单独的小房，那是你们的考场。众所周知，药材的提炼是炼制丹药时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我们这次的测验便是考究的是你们对药材的提炼。每一个小房中的台子上
测验所用的药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你们所需要做的便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药材提炼到你们所能够达到的极限纯度。在沙漏完全滴下来之前，还没有完成提炼的便将会失败，而且就算成功出来的，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作为评委，如果你们提炼出来的药材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同样是会被认作失败，而失败的结局便是失去参赛的资格。切米尔指着桌上的一个沙漏，瞥了一眼下面的年轻人们，淡淡的笑道。听得如此严厉的失败惩罚，下面的一干年轻人面面相觑着，除了少数人之外，脸色都是略微有些变化。目光缓缓地在下方扫过，切米尔的目光忽然停在角落中垂手而立的萧炎身上，望着他那平淡的脸色，不由得微愣，心中暗自嘀咕道：难道这小家伙还真有点本事？好了，开始吧，注意沙漏时间。拍了拍手，切米尔将目光从萧炎身上转移而开，笑道。闻言，大厅中的众人开始三三两两的各自对着左面走去，然后各自找掀开黑帘走了进去。萧炎也是寻了个偏僻的黑帘，刚准备进去，身后传来的笑声却是让得他止住了步伐，脸庞平静地偏过头来。哼，没想到炎萧兄弟也能够参加这种内部测试，我们还真是有些缘分啊。柳林走进萧炎，微笑道，只不过那阴柔的笑容却是让得萧炎眉头微皱。萧炎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道：被人拉过来凑个数而已。炎萧兄弟真会说笑，虽然你等级不行，可确实拥有着一伙那种奇物，想必成绩不会太低的。柳林目光在萧炎脸庞上转了转，说实在的，他对于萧炎是否拥有着一伙还保持着很大的怀疑，毕竟这种事只是他的猜测，虽然他私下也曾经询问了一下纳兰嫣然，不过对于这种有些隐秘的事，纳兰嫣然却并未告诉他确切的答案。萧炎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并未回答，随口应付了一句后，便是掀开黑帘走了进去，留下柳林眉头微皱地站在原地。柳大哥，还不进去？清脆的声音在柳林身后响起，那位俏丽的小公主笑着走了过来，望了一眼萧炎消失的帘子，嫣然笑道：遇见了个熟人，小公主若是有兴趣，可以向你介绍一下。冲着小公主柔和地笑了笑，柳林轻声道：算了，一个2品炼药师，我可没你那么好的心情。小公主懒懒地摇了摇头，明显她对萧炎的兴趣并没有对柳林这般浓郁，毕竟不管身份、实力、容貌等等，柳林都远远地超过前者。呵呵，随你吧。柳林微微笑了笑，小公主这般无视萧炎的态度，倒是让得她心中有着许些快意。在纳兰家族，纳兰老爷子对于萧炎的看重，让得一直被奉为天才的柳林心中颇感不忿。我先进去了，柳大哥可不要输给我哦。冲着柳林俏皮地眨了眨眼睛，然后小公主轻灵地闪进一处黑帘之后，笑着点了点头，望着已经变得空荡起来的大厅，柳林也不再拖延，不急不缓地行进黑帘之后，那副从容的态度让得高台上的切米尔一干人赞叹着点了点头。这次的测验提出的不错啊，提炼药材不仅是炼药师必须的措施，而且还极为考究对火候的控制能力，这小小的一项便是能够大致地测出这些小家伙的一些能力了。望着那空荡荡的大厅，奥托转头对着切米尔笑道。切米尔笑着点了点头，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端着茶杯抿了一口，笑眯眯的道：接下来便让我们看看谁能带着最纯度的提炼药材出来吧。行进黑帘，一个小房间出现在了萧炎视线之内，房间并不宽敞，不过倒是颇为雅致整洁。在小房间的靠墙处有着一方青石台，石台之上摆放着一个沙漏以及几种整齐叠放的药材。走到石台旁，萧炎目光瞟过那些犹如一块块黑炭般的药材，目光中明显的闪过一抹诧异，低声喃喃道：竟然是最抗之烧的黑铁灵液，这东西提炼起来可是很消耗力气的啊，这些老家伙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啊。摇了摇头，萧炎手指在那戒之上轻拂，一吨暗红色的药鼎出现在了桌面上，拿起一株黑铁灵液放在手中捏了捏，然后微微皱眉，他正在苦恼着究竟是否动用青莲地心火。沉吟了片刻，萧炎摇了摇头，
他并不想在这种初步的测验下便动用自己的底牌。这种简单的测试使用青莲地心火，无疑是杀鸡用牛刀。手指轻弹，一枚紫色的药丸出现在了双指之间，萧炎将之丢进嘴中，微微嚼动，然后一口喷吐而出。顿时一团紫色火焰暴涌而出，然后被萧炎握在掌心之上。握着这团紫色火焰，萧炎轻笑了笑，因为当初吞噬过紫火，所以现在对于这种火焰，他同样也能够控制得极为熟练。虽然依然是比不上控制清火时的那般强度，可用来提炼黑铁灵液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灵魂力量缓缓探出体外，然后控制着这团紫色火焰缓缓灌注进入鼎炉之内。顿时冰凉的药鼎便是开始了升温，紫色火焰在其中升腾缭绕。淡淡的望着那明亮的紫色火焰，萧炎手掌一扬，手中的铁木灵液便是脱手而出，被投射进入药鼎之中。紫色火焰汹涌而上，将之包裹其中，开始了猛烈的煅烧。食指灵活地在身前跳动着，片刻之后，控制得越加顺手的萧炎竟然是逐渐的眼睛闭了上来，全部依靠着感知来控制着火焰的焚烧。在提炼间，桌面之上的沙漏正在缓缓地下降着。